让100个小学生和地表最强的大力士拔河比赛，究竟哪边更厉害？谁能将对方的标记拉过红线，就能赢到10万奖金。孩子队除了人多没有优势，而这位大力士号称世界上最强壮的男人，曾凭一己之力就能拉动20多吨的大飞机。It sounds so simple when you say it. 主持人下达开赛指令，100个小牛犊兴致高昂，丝毫不畏惧对手，而大力士更是胜券在握。3, 2, 1, go! Pull with everything you got! Oh my gosh, the kids gained momentum! Fight! The ropes across the line! The kids just destroyed him! 出乎意料的意料之中，孩子队一下就拉跑了大力士，完全没有反驳之力。但是不认输的男人又召唤了10位同类，他们个个半吨体型犹如一座大山，曾合力举起4辆皮卡车的重量。大力士认为他们2个人就能对抗100个孩子。新的比赛即将开始，这次哪一队会赢呢？ All right! 3, 2, 1, go! The kids just yanked the rope! Oh my god, they're waxing them! You got this! Oh my god, stop! The kids just destroyed them! 孩子队又赢了，看来2位大力士还远远不够。主持人建议再增加2位半吨朋友，4个大力士能不能拉动孩子们呢？ Ready, go! Oh, the strong team isn't budging. 看得出来，4座大山已然使出了全力，但还是被100个小学生拉得站不住脚跟。这一次孩子队又赢了。最近总有粉丝问我为啥更新慢，主要是忙着收拾家里，发现不少闲置都落灰了。之前没时间一个个卖，又懒得扯皮，干脆叫个转转上门，全部打包回收了。没想到这些主机、相机、投影仪啥的加起来有4、5千呢。要我说，谁家没几个闲置啊？想轻松处理，我强烈推荐转转。大力士队伍将人数增加到6个人，刚开始还能和孩子们较量一下，但是当100个人同时发力时，终究比不过众人的力量。看着小毛孩一个比一个骄傲，大力士再次把人数增加到8个人，这次他们还能拉动吗？很明显，8个人的力量更加坚实，只要保持不动，孩子队就很吃力，但很快就被众人瓦解，孩子们反败为胜，再一次赢得了比赛。最后10个大力士一起上场，他们可是地表最强壮的男人，还抵不过100个小毛孩吗？大胡子鼓励队友自信起来，戎马一生的光辉不能被几个孩子打败，成败与否在此一举。3, 2, 1, go! Dig in everything you've got! 大力士队使出了全力，他们咬紧牙关，把力量凝聚在脚下，不仅为了奖金，也为了荣誉。这一次不能再输了。而100个孩子向着同一个方向使力，他们也很渴望赢得比赛，每个人都牢牢抓紧手中的绳子。双方僵持不下，几乎用尽了全力。这时，一位大力士突然滑倒了，抓住机会的孩子们赶紧往回拉。You're gonna do it! You're doing it! Yes! 这一次孩子队又赢了，而且是战胜了10位最强壮的男人。恭喜孩子们将瓜分这10万奖金。接下来100名大学生要挑战地表跑得最快的女人，谁先跑到终点就能赢到10万奖金。男生们早已迫不及待要开始比赛了，他们不相信这大长腿会跑不过一个女人。而这位刚刚拿到奖牌的女运动员自信地大笑了起来。激烈的比赛即将开始，所有人都做好了起跑准备。 2, 1! 大学生们撒丫子全都跑了出去，前半部分还没有凸显女运动员的实力。随着节奏越来越稳，她甩开一批又一批的人群，跑到了最前面，和她并肩的35号紧追不舍。但是专业的训练和技巧，女运动员还是比她快了一步到达终点，赢得了比赛，也赢到了奖金。好可惜，35号差一点就追上了。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是你，有信心能跑过她吗？这才是跑酷玩家最难征服的赛道，谁能脱离地球的引力跑一圈就能赢到奖金。3米的高度还垂直于地面。乔治选择用灵活的小轮车参加比赛，大美选择了轮滑鞋，杰克的工具是山地自行车，而阿伟和佩奇只有自己的双脚。谁能挑战成功就能赢到1万奖金。阿伟擦掉脚底的灰尘，他要第一个开始挑战。阿伟只跑到一半就掉了下来，乔治隔着屏幕都感觉肉疼，他第一次尝试不敢用力，同伴建议他再来一次。下面有3张厚垫子，或许摔不疼，这次他要使出全力了。惯性的车轮偏离了赛道，但他完成了一次360度的翻转，看来还是有机会挑战成功的。轮到大美了，他踩着轮滑鞋快速冲向赛道。轮滑鞋的速度再快也上不去垂直的赛道。那佩奇的大长腿呢？助跑了10米的距离，只登上了1/4，距离成功还是太远。杰克的山地自行车已经准备就绪，他要开始表演了。没有关系，再来一次。竟然踢坏了赛道，第一次尝试没有经验，以失败告终。节目组允许他们可以多次尝试，只要不放弃，随你跑到天黑。5个人轮流冲向跑道，在失败中找经验。
人力的速度还是比不上车子。乔治进步得很快，两位女生在尝试了30次后已经精疲力尽，再也跳不起来了。他们只能放弃了比赛。剩下的3位男生继续挑战。杰克骑着山地自行车再次登上赛道，又一次踢坏了台子。他控制不住自己的车子，每次到达顶峰都会掉下来，但他不打算放弃，好像还差一点点，再坚持肯定能过关。直到第61次的训练发生了意外，杰克彻底摔懵了，无奈退出了比赛。乔治和他的小轮车已经练习了40多次，逐渐掌握了速度贴合轨道的方法。他跑得越来越稳，是时候拿开防护垫了。这一次他要真正的在跑道上跑一圈。同伴紧张地为他加油。乔治人车合一快速冲向赛道，不可思议的翻转，他竟然挑战成功了，太震惊了！车的速度是人的2倍，只靠奔跑能不能打破地心引力呢？阿伟的双脚已经跑过了一半的路程，只要速度再快一点就有机会成功。他反复冲向赛道，忘我的练习着，好像忘记了在场的所有人。执拗的坚持让他距离成功又近了一步。在尝试了72次冲刺后，他建议拿掉防护垫，是时候打破神话了。阿伟大喊一声，再次冲向赛道。终于挑战成功了，阿伟好像索尼克附体，在离心的赛道上溜了一圈。所有的坚持都是值得的。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是你会怎么跑过去呢？这才是跑酷玩家最难征服的赛道。谁能徒手爬上锥形建筑物的顶端，就能赢到1万奖金。锋利的塔尖距离地面有10米多高，而且越往上爬就越陡峭，挑战等级不亚于难如登天。黄毛深吸一口气，火速冲向塔顶。他紧紧抱住墙壁，试图往上爬，但是这样的高度很难移动。黄毛坚持不住滑了下来，粗糙的外表差点把手磨烂。还好今天穿的是长袖。乔治大步向前，直冲云霄。他跑得很用力，但还是没能触及塔尖，不甘心的再来一次。这次还是爬到了同样高的位置就滑了下来，靠近塔尖的位置遥不可及，这比想象中更加难爬。轮到阿伟了，他也没有想到更好的方式，只能在助跑的时候更用力一些。他也没能爬上塔尖，前半部分的坡度较为平稳，后半部分直接上升为90度，如果不及时收手可能会受伤。猴子决定拉长助跑的距离，他从马路对面开始奔跑，当跑到半山腰时，突然体力不支，再加上重力的拉扯，下山的速度猝不及防，差点撞在了铁栏杆上。这种盲目的奔跑几乎没用，塔尖的垂直角度很难让人爬上去。黄毛提议9个人同时跑上去，呈包围模式锁住他的脖子，或许可以停在上面。步伐不一致，想要手拉手站在上面根本行不通，搞不好会连人带人一起滚下来。不如从下面排好阵型再出发。最近为了剪辑视频，我特意换了新手机，旧手机我直接放爱回收卖了，可方便了。全国近2000家门店，下单就有工程师免费上门回收，价格满意现场打钱。我那台用了很久的华为 Mate 60卖了4000多，不愧是上市公司。要我说，回收手机、平板、笔记本找爱回收准没错。队长提议可以用搭人梯的方式到达顶端，下面留2个人固定底座。其他人排队爬上墙壁，延长人梯。6个人的队形沉重又壮观。跑得最快的黄毛肩负起所有人的希望。当他准备站上队友的肩膀时，下面的2人已然承受不住7人的重量，队伍散架，只能快速撤离。路过的小朋友勇敢站了出来，帮他们加固底座。他们再次搭起人形梯子，摇摇晃晃的队伍有点危险。黄毛不敢用力站上去，或许借助固定的铁栏杆会更加安全。这次从地面延伸人梯，9个人全部成为了垫脚石。最上面的2位选择趴着服贴墙壁。黄毛一鼓作气冲上了最顶端。当他踩着队友站上去时，正好抱住了尖塔的脖子，他还可以往上爬2步。上面的尖非常锋利，如果突然折断就太危险了。这个位置已经突破了记录，相信没有人可以爬得更高了。这就是团队的力量凝聚的核心。所有人都为黄毛感到高兴，但是节目组却不承认众人托举的行为。黄毛不甘心，到嘴的鸭子飞走了，而且他好像已经找到了方法，粗糙的壁面报警就不会掉下来。这一次他助跑得足够远，用尽全力爬得更高一些。黄毛抱住了尖塔的脖子，小心移动，还能爬得更高一些。他在队友的注视下，凭一己之力再次爬到了顶峰。这次奖金跑不掉了吧？如果是你，会用什么方法爬上去呢？6个人被困在10米深的水库里，谁能徒手爬出来就能赢到1万美金。四周依山傍水，几乎没有出路，只有这个弯曲的墙壁通往地面。但是这种角度要如何爬上去呢？游戏规则，每位玩家只能使用一种逃生方式，所以想要出来只能自己想办法。乔治在不同的位置尝试了一遍，弯曲的部分足足有2米的距离，徒手根本够不到平台。小胖发现下方有一根很粗的水管，
他打算从这里爬出去。湿漉漉的管道深不见底，如果有蜘蛛飞出来，肯定会把人吓死。阿伟看到水库里连根杂草也找不到，没有辅助工具不可能爬出这面墙壁。旁边的柱子两侧可以抓握，如果爬上去就可以抱住成为支点。他希望队友能搭起人形墙梯助他一臂之力。4个人在下面撑起底座，乔治在中间做梯子。当阿伟踩上去之后，尽量把他抬得高一些。阿伟伸手抓住了上面的平台，经过训练的胳膊早已拧过了大腿，他快速往上爬，抓住了铁栏杆。阿伟终于爬了出去，剩下的5个人继续想办法。乔治看到上面的平台不足8米，只是被弯曲的墙壁折射得很高，如果队友能用人体弹射器把他推上去，就有机会够到平台。4个人手拉手搭起人体弹射器，乔治站上去准备发射。摸到了平台却没有抓住，只差一点点了，准备好姿势再来一次。这次一举成功，乔治抓住了平台，赶紧爬了上去，他也逃出了水库。剩下的4人继续想办法。这么精彩的剧情，不得和朋友一起看。他却因为找不到工作，把我给拒了。要我说找工作上58同城就成了。平台对企业职位多重验证过的大企业，好工作非常多，认准验真标，找工作放心。而且现在1万家大牌民企都在上面招聘，面试超方便。我朋友的销售经理工作就是在58上面找到的，工作时间自由，提成高，大企业就是好。现在上58还能免费招聘，搜索事事可成，还有机会抽金条呢，赶紧去看看。黄毛看到乔治的双脚有了主意，但是这么高怎么抓住呢？他让杰克充当垫脚石，然后踩着他的肩膀就站了上去。虽然摸到了乔治的脚尖，但是晃晃悠悠一点也不牢靠。黄毛不敢尝试，赶紧跳了下来。或许系一件衣服会更加安全。黄毛也找不到更好的逃生方式，只能冒险再来一次。Let's go！ 他踩着杰克的肩膀再次站了上去，一手拉着衣服，一手抓住乔治的脚，下面的2位帮他托举得更高一些。黄毛顺势往上一个台阶，乔治拉着他够到了平台，有力的胳膊一下就抓到了铁栏杆。黄毛终于爬了出来。杰克不想错过墙壁上的衣服，但他不需要有人托举，只要跳得更高一些就能抓住。他不厌其烦地坚持奔跑，抓住了一脚也撑不起他的重量啊。黄毛又系了一件衣服扔给他，这次不需要跳起来也能够到了，只是衣服的质量能不能承受他的重量呢？管不了那么多了。杰克没有考虑就爬了上去，好在衣服没有断裂。杰克麻利地抓住了上方的平台，强壮的胳膊很容易就爬了出去。只剩下2个人了。小黑的手腕受伤，不适合攀爬，而小胖不敢也不想爬墙。这里依山傍水，风景秀丽，或许住在这里也很不错。1000万颗泡沫粒中藏着一颗棉花糖，谁先找到它就能赢到10万卢布。泡沫粒和棉花糖几乎一模一样，如果要在1000万颗同类里找一类，难度不亚于海底捞针。小胖认为棉花糖是甜的，只有靠嘴巴才能找到它，而乔治嫌弃2只手找得太慢了，索性脱掉鞋子，让2只脚也加入了寻找。棉花糖的体积很轻，它可能不会沉入池底，随着来回走动位置也会变换。5个大男人仔细地翻找着，突然乔治蹲在里面一动不动，不会这么快就找到了吧？小胖赶紧过去帮他一下，装神弄鬼吓唬人而已，这么多的泡沫颗粒哪会容易找到呢？主持人建议开始第1个挑战，他把2只耳机扔进泡沫里，谁先找到就不会受到惩罚，耳机会发出滴滴的响声，就看谁的耳朵好使了。他们疯的一样到处翻找，泡沫的声音超过了耳机的响声，只有全部安静时才能听到声音。4个人挤在一起聆听声音的来源，确定位置才能找到它。耳朵竖得像天线，眼睛瞪得像铜铃。老王一头扎进了泡沫的底部，憋了很久才钻了出来。他竟然找到了1只耳机，甩掉了惩罚，让老王很安心。对面的乔治也找到了耳机。在阿伟的捣乱下，他彻底失去了耳机，但肯定在这附近没错。阿伟不放弃，继续扒拉，其他人也紧盯着这个位置。听见声音越来越近，他们把泡沫颗粒一扒到的。杰克眼疾手快，最先抢到了耳机。其他3人虽然生气，但也不得不接受惩罚。主持人用1根绳子把他们牢牢地绑在一起，走起路来前脚贴着后脚。如果有人想要脱离团体，就会让同伴摔倒。看来短时间内他们谁也离不开谁了。2只手没有被束缚，还是可以继续寻找棉花糖的。在一旁看戏的老王没有注意脚下，差点踩死杰克。时间过去了2个小时，他们还是没有找到棉花糖。主持人提议开始第2个挑战，这次是把棉花糖含在嘴巴里报数，按顺序逐渐增加，输掉比赛就会受到惩罚。小胖把1颗棉花糖放进嘴巴里轻松数1，老王的是2颗棉花糖轻松报2，乔治塞了3颗棉花糖也能喊出3，杰克的嘴巴装得下4颗棉花糖勉强报出了数。轮到阿伟了，嘴巴塞了5颗棉花糖也能接着报数。第1轮没有人淘汰，接着开始第2轮。小胖塞进6颗棉花糖已经撑出了极限，再加上别人的逗笑，他根本发不出声音。杰克的嘴巴只能容纳9颗棉花糖，老王的容器也只塞了11颗，接连淘汰了3个人。乔治继续塞第12颗棉花糖，然后努力找到发音的位置。他
他又闯过了一次。阿伟的13颗棉花糖还能塞进去吗？他也过关了。乔治继续塞第14颗棉花糖，这次的嘴巴已经到了极限，塞得进棉花糖，但是发不出声音来。阿伟的嘴巴还能塞。第15颗棉花糖没有问题，那16颗呢？嘴巴撑得像充气的气球。这一局阿伟赢了，其他4人就要接受惩罚。主持人将他们的双手用胶带裹在袖口里，把大手变成了小手，像鸡爪子一样找东西更加难了。小胖躺在里面等待着惩罚结束，而其他人不想错过任何机会。鸡爪子也可以翻来翻去，这一次阿伟很有优势，他有手有脚，找到棉花糖的几率比他们都高，就看他运气好不好了。时间过去了40分钟，主持人拿来一盒棉花糖，让他们预估一下里面的数量，差距最大的将会受到惩罚。小胖想了一下，应该有80颗吧。乔治认为可能有83颗，杰克的答案是95颗。阿伟掂了掂重量，感觉有120颗左右。老王目测了一下高度，认为有75颗。谁的答案更接近呢？主持人在众人的注视下，一个一个的数好数量，总共有77颗棉花糖。老王预估的如此接近，而阿伟的差数也是最大的，所以他的惩罚是笨重的相扑服。穿上之后也没有变得很厉害，被乔治一把放倒了，而且又累又热，就连找东西的心情也没有了。乔治和老王商议合作寻找，当他在前面翻江倒海时，老王在后面用眼睛扫视，只是速度还是太快，两只眼睛根本看不过来。又过去了1个小时，他们还是找不到棉花糖。主持人提出开始新的挑战，2幅画中只有一处不一样，谁找不到就会受到惩罚。他们看见2只猫哪里都是一样的，只有小胖找到了不同的地方，那就是猫的右爪花纹，它暂时安全了。第2幅画是水果的图案，他们看来看去，乔治快速发现了不同的地方，旁边的茶具不一样，他也安全了。其他人看得眼瞎也没有找到。接着开始第3幅画，3个人看得很仔细都没有发现疑点。主持人将画板靠近一些，这一次老王终于发现了，脖子上面竟然多了1颗痣。最后一幅了，这次谁能找到呢？杰克看到了藏起来的蝴蝶。这一局阿伟又输了，他的惩罚是后背支起一根棍子，这下彻底限制了自由，想找东西是不可能了。其他4人继续寻找，找了好久，棉花糖的影子都没发现，他们很累，好像失去了斗志。主持人拿来一个紫外线手电筒，照在棉花糖上就会发光，谁能将棉花糖投进前面的水桶里就是谁的，这可是个重要的工具。5个人轮流尝试，水桶的出口很小，而且棉花糖还有弹性，想要投进去特别困难，但是他们都没有放弃，好几次差一点就成功了。终于小胖不负众望，投进了1颗幸运的棉花糖，他也得到了紫外线手电筒。节目组关掉电源，让灯光更加集中。小胖打起精神，仔细的寻找。同伴建议他从泡沫的下面照射，效果更好。如果碰到棉花糖，就会发出亮光。小胖忙碌的寻找着，其他人好像没有了机会，在黑暗中傻傻的站着，反正什么也看不见。只有乔治很想再捡漏一下。小胖一边扒拉一边照射，他几乎找遍了每一个角落，终于看见了会发光的棉花糖。主持人仔细确认了形状和大小，是它，就是它。恭喜小胖赢得了比赛，也赢到了奖金。整整找了5个多小时，一切努力没有白费。那么问题来了，你认为用什么方法能快速找到呢？5个人被困在废弃10天的水库里，谁能徒手爬出来就能赢到1万美金。逃生的路线不可重复，他们只能捡些垃圾尝试自救。四周的高墙有6米多高，而且光滑，没有任何抓握点，想要爬出去简直难如登天。肖恩找到一处石头垫高的角落，或许可以借助墙壁的夹角爬出去。他们轮流试了一遍，光秃秃的墙壁没有任何支点，根本不可能爬出去。而乔治找到了一个生锈的栏杆，站在上面好像很接近地面了，但是剩下的1/3却没有了办法。肖恩找来第2块栏杆帮他一下，加上身高的优势，正好可以挂住地面，但是被腐蚀过的痕迹能不能承受1个人的重量呢？乔治不敢冒险尝试，阿伟认为这么高摔不疼，再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这个方式行不通，还是另寻他路吧。肖恩继续攀爬垫高的角落，天然的优势他不想错过。阿伟打小就跳得很高，他想利用跳跃的高度征服这面墙壁。老王找到一根很长的水管，折下来就可以当做绳子。他看到对面的墙上有一根铁棍，如果将水管挂在上面就能爬出去，但是这根水管又硬又重，很难操控它。爬墙的肖恩好像找到了技巧，四肢的配合加上后背的支撑，他爬得越来越高，每一次的移动都在提心吊胆。好在他抓住了上面的平台，这也太不可思议了，他竟然徒手爬了出去。第一个逃出了深坑，卷毛将大一点的石头堆放在墙角处，增加了高度，就多1分希望。再借助废弃的水管挂住上面的铁棍，他祈祷棍子不要脱落，然后开始往上爬。瘦小的身材力量集中，他麻溜地抓住了旁边的平台，使劲爬了上去。卷毛也逃离了深坑，阿伟还在不停地跳跃，他不知道跳了有多少次，每一次都几乎差一点。他像蜘蛛侠一样机械地弹跳，终于在108次跳跃后抓住了上面的平台，阿伟也成功逃了出来，累得气喘吁吁，也掩饰不住嘴角的喜悦。水库里面还剩下2个人，老王在废水里找到一团缠绕的绳子，解开它也需要时间。
乔治打算利用别人放弃的路线逃生。这根水管虽然难搞，但还是有机会的。他一边摇晃一边切换角度，抓住机会迅速衔接成功。但是水管很滑，它会移动。乔治这次没有考虑那么多，扯着水管开始往上爬，一拉一跳，争取在水管脱落之前爬上去。他的运气不错，抓住了上面的平台。乔治终于爬了出去，他累得精疲力尽，一点也不想动弹。只剩下老王一人了，他还在扯着毛线，等扯开以后在尾端绑住一块石头。他希望扔出去成为救命的稻草，但是事与愿违，可能是石头太小了，怎么都扔不上去。他换了一根铁棍继续尝试，费了好大劲，终于卡在了铁丝网上。正准备往上爬时，铁棍突然滑落了，差点没把老王吓死。同伴好心劝他不要挣扎了，住在里面也挺好的。看戏还不够，竟然还想吃瓜，你们怎么不住在里面？老王找来一根杆子，把绳子的一端挂在上面的铁棍上，在确定结实后开始往上爬，后背紧紧贴着墙壁，一边拉绳子一边移动身体，很快就够到地面了。调整一下姿势开始往上爬，他顺势爬了出来，虽然是最后一名，但也挑战成功了。他们再一次征服了废弃的水库。那么问题来了，你觉得还有什么方式能逃出深坑吗？只有1平方米的房子可以住人吗？谁能在里面住上7天就能赢到10万卢布。房子小的目瞪口呆，但是设施还算齐全，不仅有桌子椅子卫生间，还有一张 IO 型的硬板床。这是出自哪位设计师之手，竟然设计的房里房气的。200斤的乔治几乎卡在了里面，蹲下转身都很困难。如果想上床睡觉，他必须要把自己3折叠起来。本来想要休息的法让他更累了。相对瘦一点的阿伟和老王稍微好一些，虽然四处碰壁，但也能克服一下。只是幽闭的空间让人窒息，他们不知道能坚持多久。等3人安顿好以后，主持人准备了大份的午餐，1大盆沙拉，1大盆泡面，还有1大桶山泉水。这些食物足可以够吃1个星期，饿是饿不着了，只是本就狭小的空间更加拥挤了。乔治想要倒一些水喝，没想到这么简单的动作差点把他累死。好在方法总比困难多，他终于是喝到水了。1平方米的房子只有一块瓷砖大小，不管是站着坐着还是躺着，都让人感到拥挤。如果要住在里面，谁能做到呢？晚上10点的时候，他们准备要睡觉了，主持人却抱来一只超大玩具熊，塞进了3人的房子里。唯一的规则就是不能丢出去。小小的房子里又多了一名不速之客，这让他们非常难受。老王直接把他扔进了厕所里，乔治和阿伟选择放在床边，万一不小心掉床，还能减轻点疼痛。折腾了一天，他们也累了，不管睡得着还是睡不着，都要试着睡一下。IO 型的硬板床也只能蜷缩着双腿躺下，整个夜晚翻来覆去，乔治睡到4点就醒了。他浑身酸痛，越睡越累，非常想念家里柔软的大床，但是那么多的奖金又不舍得放弃。他还想指着这笔钱给自己买辆车呢。说到车，像我最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宝马3系，才花了9万多，比新车便宜了15万，开起来跟新的一样。现在新车掉价快，买瓜子特划算。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能先试开3天，放心买就行。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上高价卖了。总之听我的，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阿伟睡到7点钟也醒了，他的双腿已经麻木了，必须下来活动活动。这么小的硬板床根本睡不好。缺少睡眠的老王打不起一点精神，而乔治和阿伟已经起床了，他们决定洗漱一下，让自己看起来更精神。第二天早上，主持人买了咖啡和早点鼓励他们，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每人1包彩色的气球，他们可以用气筒或者用嘴巴吹，谁先吹完就能赢到奖励。3个人赶紧开始了比赛，用打气筒的速度还是太慢，还是用嘴巴吹更快一些。他们吹的腮帮子酸痛也没有停止，比赛激烈的进行着，一个接着一个。老王首先吹完了所有的气球，阿伟和乔治还是慢了一步，只差几秒的时差。他的奖励是一台游戏机，用来打发时间着实不错，可以暂时忘记烦恼。时间很慢来到了下午，主持人决定开始新的挑战。他找来3个陌生人放进小房子里，安静的环境一下吵闹起来，他们喧宾夺主，非要占据大床。不管3人同不同意，主持人建议他们和平共处。这么小的空间怎么和平？乔治的室友索性脱掉了衣服，非要这个时候去洗澡，几乎用光了所有的纸巾。乔治气得脸都绿了，打开房门就要赶他出去，没想到老白也很倔强，完不成任务不能离开，他们也没得办法，只能互不打扰。直到一个的突然出现，乔治再也忍不了了，一脚把他踹了出去。这么小的空间放你还是个人吗？时间过得很慢，又到了晚上，老王很怕室友会留下来过夜，于是和他商量离开的条件。小哥要他拿到奖金以后分他1万卢布，老王想都没想直接同意，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阿伟那边也是同样的条件，只有陌生人老白空手而归。主持人告诉他们，熬过了今天晚上就是第3天了，他很想跳舞庆祝一下。来回踢踏的小脚好像在宣示自由，可以伸展的空间简直太棒了。被困的3个人也只能眼巴巴地望着。又到了睡觉的时间，虽然难受但也要去睡，不然明天的精神会更差。恍恍惚惚又是一夜，他们垂头丧气，好像有点迷茫。没有人离开，不知道要住到什么时候。主持人提出新的挑战，每人折1架飞机，谁的飞得最远就能赢到奖励。折纸飞机并不难，他们很快完成了制作。
主持人挨个试飞了一下，只有老王的飞得最远。他的奖励是可以出门透透气，但是不能离开房子，所以连房带人一起被抬进了卡车里。老王突然就后悔这个奖励了，这明明是惊吓好吧？卡车围着仓库转了一圈就回来了，老王的心跳久久不能平静。乔治的女友带着狗子前来探视，他好像感受到了家的味道，所以当夜晚再次来临时，他睡得格外安稳。但是在第4天的时候，乔治还是很想家，他意识到可能撑不过其他2人，所以打算放弃。他表示已经尽力了，使劲伸展一下四肢，被束缚的日子太难过了。比赛还剩下2个人，他们同样坚持，谁也不想认输，好像适应了这种蜗居的生活。第5天的时候，主持人再次增加难度，把透明的墙壁换成了木板，看不到外面的空间好像缩小了一半，视觉上更加拥挤了。但是他们好像没受到影响，依然还在坚持。第6天的时候，阿伟感觉很热，没有空调没有风扇可能会被热死，但他还不想出去。老王也表示不想离开。主持人很佩服2人的耐力，只是这样比下去可能明天也分不出胜负。这时阿伟提议他们可以达成平局，奖金平分，不知道主持人同不同意。看到他们如此僵持，主持人也只能妥协。这种双赢的局面皆大欢喜，为什么不支持呢？他们坚持了6天已经是奇迹了，很佩服2人的意志力。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是你能坚持几天呢？1000层泡沫做的牢房和500斤岩石做的牢房哪个更结实？谁先从里面逃出来就能赢到奖金。阿伟选择了泡沫牢房，大壮选择了岩石牢房。泡沫板的密度很大，一拳就能起泡，但是将近2米的厚度，超人也打不穿了。大壮的岩石牢房堪比铜墙铁壁，徒手根本打不开。主持人拿来2个工具，石头剪刀布决定优先选择权。这一局大壮赢了，他选择了橡胶锤。阿伟拿到了一支铅笔，他用力刺进泡沫板里，竟然打开了好几层。只要挖开一条隧道就能逃出去了，但是铅笔不结实，断开了2半。阿伟只能用2只手不停地去戳。大壮的橡胶锤子几乎没什么用，他拜托主持人不要浪费时间，只能继续选择工具。这一局阿伟赢了，他明知大壮很想要铁球，却故意把长刀留给了他。2个人的工具都不适合自己的牢房，阿伟用手还能扒掉一些，而大壮的硬石头始终纹丝不动。主持人再次拿来了工具，这一次大壮赢了，他选择了榔头，阿伟拿到了斧子。砍在泡沫墙上毫不费力，一下就能刺穿几层。他突然发现边缘处的泡沫并不结实，如果从这里突破肯定容易很多。阿伟找到了策略，更加用力的挖掘，而大壮还是没有打开大石头，砸得火花四溅，一点突破口也没有。这岩石的硬度也太困难了，大壮砸得手疼也没有停止。他坚信人定胜天。突然牢房里飞进来一个泡沫箱，新的工具就藏在里面。2个人转头去砸泡沫箱，里面竟然是实心的，非常结实。大壮首先将泡沫箱1分为2，竟然失算了，工具肯定就藏在其中1半里。他们继续挖掘，阿伟找到了蓝色的纸条，工具是一把铲子，他没有停歇，继续挖洞口。而大壮还没有找到纸条，阿伟的铲子特别好使，每一次都能挖出来一大块。他沿着边缘往里挖，洞口越变越大，很快就看到新的涂层了，里面是很硬的泡沫垫子，空间限制很难打开它。阿伟只能更用力的去挖。大壮终于拿到了一把锤子，如果盲目的去砸肯定追不上。他发现右上角的石头凹凸不平，连续捶打了10几下就出现了一条裂缝，这里可能就是突破点。大壮在同一个位置继续使劲砸，坚硬的岩石终于出现了洞口，破损的面积也不再坚固。大壮用锤子不断的把洞口变大，他在努力的追赶。阿伟的新泡沫还没有打开，这种海绵垫子比想象中结实很多。主持人拿来了新的工具，这一次大壮赢了，他选择了 S 型的弯刀，阿伟拿到了大砍刀。硕大的工具根本不适合挖掘，他只能清理掉旁边的泡沫，尽量把隧道变得更大。大壮的弯刀出乎意料，竟然能撬开碎掉的岩石，并不是每一次都那么幸运，刀尖被石头卡住了，弯折到变形才拔了出来，好在其他部位还能使用。大壮继续砸石头，阿伟终于打开了难缠的海绵垫子，里面的泡沫板还是熟悉的配方，他一刀就能铲掉一大块，照这个速度挖下去，很快就能挖穿牢房。主持人再次拿来工具，这一次大壮赢了，他选择了方形锤，阿伟拿到了圆形铲。什么人发明的工具一点也不好使，阿伟打算一样的浪费时间，索性直接上手去抠。大壮那边一样没进步，这奇葩的锤子几乎使不上力气，没用几下头还砸掉了。主持人只好换一个工具弥补他们。这次的铁锹很趁手，阿伟钻进隧道里继续往里面挖，洞口越来越深，他蜷缩着身体依然很卖力。大壮的刺锤很结实，砸在石头上碎渣四溅，他必须努力追赶了，输给了小老弟多少有点丢人啊。主持人又拿来了新工具，这次2个人没有啰嗦，拿到工具就开始砸墙壁。比赛也到了冲刺时刻，不得不说有了大壮的锤子才是完整的。他挥舞着锤子一刻没有停歇，眼看就要击穿石头墙壁，但是对面的阿伟已经挖穿了洞口，他迅速伸出手拿走了属于胜利的旗帜。这一次阿伟赢了，太不容易了，直面大壮的力量他没有退缩，反而用行动证明了自己。大壮输得心有不甘，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是你会选择泡沫牢房还是岩石牢房呢？这才是跑酷玩家最难征服的赛道，谁能成功跑到桥的对岸，就能赢得10000美金。整个赛道呈月牙弧形，几乎垂直于水面，而且足足有30米的距离，一旦失败就会掉入刺骨的冰水里。黄毛仔细观察桥台倾斜的角度，认为只要跑得足够快就有机会跑过去，而小胖却偷偷抢占了赛道，他要第一个开始挑战。来回尝试了几次，逐渐有了脚感，这一次他要施展男性的魅力了。落水的姿势很优雅，小胖尴尬地游向一边，速度明显太慢了，只在桥壁上跑了5步就掉下了水。这种离心的平衡很难掌握。2号玩家黄毛早已准备就绪，刚才对着赛道研究半天，不知道有没有用。黄毛3步并作2步，快速登上桥台。一直冲刺到大桥的中间，稍有懈怠就被重力拉下了水。好不容易跑过了一半的赛道，如果起点快速奔跑，只有一直加速才有机会穿过大桥，但他又不是博尔特，怎么能一直加速呢？这对选手们来说是极强的个人挑战。如果你也喜欢在极限条件下迎接挑战，不妨来试试左下角的无尽冬日，1亿玩家都在玩的冰雪游戏，挑战的就是开局一个人如何在末日的冰川活下去。只要你不断的从冰川里营救幸存者，就能帮你获取海量资源，建造你的冰雪家园，不断打造强化你的队伍，最后还能和其他玩家对决，赢取他的资源，壮大你的实力。现在小程序和 APP 双端互通，点击左下角就能玩。现在输入礼包码就能获取海量资源。接下来轮到3号玩家阿伟了，他没有尝试，直接开始了挑战。他沿着桥壁跑了10几步才掉下了水，速度够快，只是越往前重力越大，倾斜的身体很难再前进一步。10几步的成绩也已经是普通人的天花板了。轮到乔治了，他认为这种角度人站上去没有问题，只要再助跑远一点就有机会成功。前面跑得很完美，可偏偏左脚突然打滑了一下，破坏了节奏，他也掉入了水中。乔治不甘地看了一眼赛道，很遗憾与奖金失之交臂了，只剩下最后一位挑战者了。小蓝也以同样的速度冲上桥台。Come on, bench, go! 跑着跑着，双脚突然失去了控制，他也被滑进了冰水里。这种倾斜的弯道，正常人站上去都很困难，再加上距离这么远，想要跑过去简直难如登天。所有人都挑战失败了。那么问题来了，你觉得用什么方法才能跑过去呢？